这是你的膝关节，看来没什么问题，医生放你走了。这是下一个人的膝关节，股骨远端和胫骨近端出现了骨刺，关节间隙窄，关节面皮质不规则，医生断定为骨关节炎。无奈经过一系列生活和药物治疗，那个人的膝关节症状没有得到任何缓解，反而日渐严重，一场手术必不可少。患者被全身麻醉后，盖上手术动巾，进行局部消毒。手术开始，膝盖被一层一层划开。对于手术来说，可分为4个阶段：定、转、量、安。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所以定的部分尤其复杂。人的膝关节由3块骨头组成：股骨、胫骨和髌骨。此外，手术中常用的词汇还包括解剖方位。一个骨头的近端代表它靠近躯体的部分，远端代表远离躯体的部分，内侧代表靠近躯体中心线的部分，外侧代表远离躯体中心线的部分。还有膝关节置换术的类型，根据保不保留后交叉韧带分为2大类，简称 CR 和 PS。 不保留后交叉韧带的置换术中，植入物凸起的部分承担韧带的功能。本视频讨论的置换术为 PS 类型，并且仅涵盖手术的前部分。手术医生决定先对股骨动刀，这个阶段的目标是锯掉远端股骨的部分，任务是精准固定夹具。精准非常重要，错误截骨会造成患者出现膝外翻或膝内翻，影响手术后的生活质量。那要怎么固定呢？这是手动方式会用到的工具。组装后，这根长长的东西会被插进股骨的骨髓内，然后用至少3根别针做固定。我来直接开切，但这一切直接切掉了我的下半辈子，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膝内翻。为什么呢？回看股骨结构，不过这时候以整个下肢来看，我们会发现由骨髓推导出的垂直线和膝关节线其实存在差值，约为8至9度外翻。此外，膝关节置换术有个特性，就是重构关节线，让它平行于地面。不过这条重构的关节线又和本来的膝关节线存在差值，约为2至3度内翻。于是两者相加，得到约6度外翻，这条线就是重构后的关节线。当然，有些患者的腿会出现其他情况，这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做判断。为了方便解释，医学界把这条垂直于地面和重构关节线的线称为机械轴，而由骨干确定的线称为解剖轴。划重点，机械轴是膝关节置换术中其中一个重要的轴线，它除了作为关节的参考轴线，还确保股骨和胫骨在手术后能完美嵌合。如果你看到这里并对刚刚的内容有了了解，恭喜你，接下来的内容不会那么难了。为了切出漂亮的关节线，厂商会提供多种调整角度的工具，这样就可以透过股骨的解剖轴推算出机械轴，然后精准固定夹具，切出漂亮的关节线。接着是胫骨，胫骨比较简单，从正面看，它的解剖轴和机械轴大部分重合，粗略的说，就是胫骨的解剖轴等于机械轴。医生除了可以像刚刚的方式把长长的东西插进胫骨的骨髓内，也可以透过髓外的方式来确定轴线。具体步骤就是在小腿正面搭座塔，医生凭经验用肉眼判断塔的位置，固定好夹具。我来直接开切。虽然这切没有把我送去吃牢饭，但我的周末升级成了法庭辩护。患者在手术后出现了持续性膝盖疼痛，
从侧面看，膝盖的关节面其实有一定后倾，后倾角度的随意增加或减少，都会导致上半身的重量无法均衡分布到下半身。厂商也为此提供了调整角度的工具。此外，有些植入物有内嵌角度，切骨时需要考量。这就是膝关节置换术的前2个切。既然手动的方式那么复杂，那有没有更加简洁的方式呢？这就是增强现实的介入。医生佩戴特殊的镜头，透过2个参照物直接模拟出机械轴，这条轴线直接浮现并固定在骨头上，不会因为镜头的移动而移动。此外，医生对夹具的调整结果也会直接显示出来，不用自己计算。切了骨头后也有检验机制。这是使用增强现实来引导完成远端股骨切割的采集画面。这是使用增强现实来引导完成近端筋骨切割的采集画面。回到最初原则，手术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精准。那透过增强现实切出来的骨头会准吗？这是一篇2021年由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Orthopedics 提供的对增强现实引导在膝关节置换术使用后的评价。科研人员把前人的文章和自己实际取得的数据做了比较，实际上是对比手术前的预期和手术后的结果而已。只要误差不超过3度，就算及格。从正面看 ，AR 在膝关节置换术中的平均误差少于1度。从侧面看 ，AR 在膝关节置换术的平均误差少于2度。所有患者可以说被精准对齐。除了对齐，科研人员也调查了医生在使用 AR 后的不适程度和止血带的使用时长。因为在无菌环境下，医生只能透过头的摆动来操作机械。总的来说 ，AR 在手术中的运用不会让医生感到不适。在熟练 AR 后，手术的效率还可能会提高。所以 AR 在手术中的运用表现优异，相当精准。当然，这篇文章也坦诚它的数据量小，需要更多的后续跟进。就目前来看，医学界会越来越多的引进高科技且自动性强的产品和技术，比如人工智能筛选、混合现实的使用、蛋白质结构预测等。这就是今天的内容。由于本视频涉及专业知识，并且我必须确保我所说的每一段内容都至少有个根据，所以制作过程长达3个月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如果喜欢，不妨帮小弟点个赞，并分享出去。你的支持是我的动力。我是榴莲，哟喽。